这里就是很多人做梦都想来看上一眼的山西晋祠，里面有3样国宝，你肯定没有见过，而且还有世界上最早建于900多年前的立交桥和北宋时期的冰箱。悄悄地告诉你啊，据说里面还有4尊铁人。非常神奇的是，在800多年前，他们竟然会突然走路，连夜还跑了一个。很多人都听过晋祠，但是晋祠里面到底有什么却不知道。今天阿波就带大家走进中国最早的皇家园林晋祠，走吧。这里呢就是晋祠呀，非常神奇的镇水金人，北宋时期留下来的，大概已经有900多年了。明明是铁人，那么为什么它要叫金人呢？因为铁呢有5金之属，所以这里呢也被称之为金人台。奇怪的是啊，上千年的时间，他们竟然不生锈，也不腐蚀。更加神奇的是，据说呢，这些铁人啊都沾到了晋祠的灵气，居然还有一尊呢，觉得待遇不好，偷偷的跑了，掉进了汾河，消失不见了。所以在民国时期，又重新呢铸造了这尊曾经逃跑过的铁人。那么你知道这尊铁人当时他为什么要逃跑吗？评论区告诉阿波。这里呢就是献殿，也是晋祠当中的一大国宝之一。整个建筑呢没有使用任何一颗钉子，全部都是榫卯结构。献殿呢是古代摆放贡品的地方，它呢是金代的建筑，现在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了。为了能够使整个献殿里面摆放的贡品存放的时间更久，你会发现它的四周呢全部都是通风的，所以啊，这里就相当于一个大冰箱，即使外面的温度再高，这里面也非常的凉爽。你再看看献殿的这块匾额，它像不像一只乌龟？代表着长寿健康之意。我们再到前面看一下晋祠的第2大国宝，这就是晋祠的第2大国宝，也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水陆立交桥，北魏时期的建筑。它呀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。当年的梁思成先生呀见到它之后都惊叹道，在古画当中时有出现，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啊，它应该是世界上仅存的一座孤品了。古人呢以圆为池，方为藻，它是一个十字形的，下面的池呢为方形，所以被称之为鱼藻。在水上架桥，架起通道，所以又被称之为鱼藻飞梁。咱们从这上面走一走，你会有一种穿越1000年的感觉。你看到下面的桥柱，再看看上面的桥身，是不是非常像我们现代的高架桥？这里呢就是晋祠的第3个国宝圣母殿，这里呢可是全国仅存最完整的北宋建筑了，里面呢是被人们称之为圣母的一江。整个大殿的感觉就像古代的宫廷剧一样，我们电视剧里面看到的场景跟它差不多，也是晋祠的3绝之一。这里的宫女呢，大多数眼睛呢都是斜着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宫女的眼睛要斜着吗？因为在古代的时候我们是不能够直视皇帝或者是皇后的，所以说只能够用眼睛的余光去扫他们接下来要传达的命令。那么这一排呢，全部都是为圣母呢唱戏的一些侍女。这里面最经典的就是其中的一个侍女，她的一边脸呢是微笑的，一边脸呢是在哭泣。曾经梅兰芳先生为了能够唱好京剧都亲自跑到这里来跟她学习。而这一排过去呢，分别就是京剧当中的生旦净末丑。到现在为止，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能够一张脸同时表演2个表情，估计世界上除了里面的这尊雕塑以外，也没谁了吧。这个大殿你会发现除了外面的26根柱子以外，整个大殿的里面呢没有使用任何一颗柱子，而外面的柱子上面呢雕刻有8条木龙。这8条木龙也是宋代的时候保存下来的，很多地方呢虽然说都已经风化了，但是一点也不影响我们对古人雕刻技艺的赞美，因为它还能够看出龙的原型。那为什么只雕刻8条龙，它不雕刻9条龙呢？古代呢是有等级划分的，皇帝是9条龙，皇后呢只能够8条龙，所以这里呢是圣母殿，只雕刻了8条龙。那么这8条龙呢，它跟木头不是浑然一体的。你知道它是怎么被古人挂上去的吗？评论区告诉阿波。晋祠除了3宝以外呢，它还有3绝。第一绝呢，就是我身后的龙柏，西周时期的3000多年了。这棵呢叫做龙柏，另外一棵呢叫做凤柏。当时呢那个凤柏据说在很早之前长了树瘤，后来人们呢就把这个树瘤给砍了。
那么这个龙柏呢，它非常思念凤柏，就探身朝它的身旁长去。后来你看，它就长歪了，即将看起来呢，马上就要倒下了。而在1000多年前，龙柏的旁边竟然长出了另外一棵龙柏，用自己的枝干把龙柏呢又继续撑起来，长了1000多年。你说神奇不神奇？如果把他们比成一家人呀，这一定是阖家幸福。大家可以在公屏当中打出“阖家幸福，长相厮守”。晋祠的另外一绝呀，就是边上的南老泉。冬天的时候呢，即使太原的温度再低，这个南老泉呢它也不会结冰。夏天的时候啊，即使外面的温度再高，南老泉里面的水它也不会干枯。你说奇怪不奇怪？关注阿波，下个视频带您去一趟山西的蒙山大佛，据说呢比乐山大佛还早了160几年，你肯定没见过吧？